是凤凰。前一阵子呢，我去了台湾，见了一些山站的盟友，也顺便安排了一些时间呢出去走走。在盟友的热情推荐下呢，我去了一些热门的台湾景点，当然我也把它给记录下来了，想跟大家分享看看。虽然我是一个以游戏为主的 YouTuber。但可能因为度假的关系啊，或者是因工作出国公干关系啊，常常有机会去到不同的国家走走。在国外呢，也会常常遇到很多有趣的事情，或者是遇到一些感触很深的经历。如果大家对这些有兴趣的话呢，之后我也会整理一下我出国的一些经历，分享给大家。当然，我觉得如果要做旅游的 vlog 的话呢，刻意去介绍那些好玩的地方啊，或者是开箱啊，其实已经不缺乏这些内容影片了。所以我的影片呢，主要是要以我当下去到那里的感受，以一个新加坡人的角度去体验其他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，纯粹去分享当时的心情啊，记录下自身的当下的感受为影片主轴。你不能这样子啊，这样子我回去我会受不了。所以你想要透过我的影片找一些开箱的景点啊，或者是美食的话，可能这种类型不是你会想要看到的内容啦。但是如果你想要听一下不同的人说一下不同的旅游故事，感受一下不同的心情可以考虑一下看一下我的影片。或许有可能有一些在经验上的共鸣啊，这是我第一次开始做这样的影片，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支持，多多给点意见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这一次去台湾前呢，我统计了盟友推荐的景点，9份呢算是最多人推荐的，而我自己呢10多年前其实就来过9份一次，当时呢是跟着大团一起来。纯粹就是来打卡跟拍照。我记得当时呢是11月，天气还挺冷的，当天还下了一些小雨。这次来呢是夏天，虽然有点热，但是天气基本上跟新加坡没两样，有一点暑假的感觉。走进老街后呢，不自觉会让我脚步放慢。灯笼下琳琅满目的店家吸引着我目光慢慢游览，是一种很放松的漫游。不管是店内的小东西，或者是店员站在门口试吃的邀请，都会让我想要去尝试看看。因为我平常很爱品茶，刚好又遇到一个可以试茶的店家，所以我就忍不住想要进去试试看。听着店员介绍他们家的茶叶，室内飘着茶香，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感受。在国外旅行，借由某家店员的推销，听一些不同文化背景、各行各业的故事，其实还非常有趣哦。离开茶馆之后，继续往老街里面深入，沿途上很容易发现不同国家的人聚集在这条蜿蜒的老街之中。渐渐的，我走到9份最著名的景区，也是一个很多电影取景的位置。陡峭的阶梯上，放眼望去可以看到远处的海景，红色的灯笼，上年纪的老建筑。如果说这里的迷人是因为灯笼点缀出的美，可能是有点太肤浅了。我反而觉得是这些老建筑透露着前人留下的气息，才让这里变得更加有味道。看这风景，似乎每位旅者都会在这
找到属于自己旅行的目的。沿着老街下的步道前行，这条路上旅客就没那么多了，喧闹的氛围瞬间变得平静。这样的反差虽然有点大，但九份就在这一静一动间展现出迷人的样貌。以一个 City Boy 的角度来看呢，九份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我来到这里一大进来九份的时候，就让我觉得非常舒服，因为时间呢都好像停顿一样，然后走过的路呢，小街小巷，还有看到那些灯笼呢，都觉得非常舒坦，就好像很平静一样。所以呢，这次的旅程呢，真的是没浪费到，真的我觉得我收获良多啊。然后刚刚那里还飞过一只老鹰，应该是来嘲讽的，所以呢，这里呢，我非常想要再回来，尤其是在新加坡这大城市，然后步伐很快，这里呢真的是很能让我 relax， 所以非常的享受这个旅程。接着我们沿着北海岸一路来到了基隆。其实这一集呢，原本是打算去巡礼电影相关的场景，但是很可惜，基隆路桥已经因太老旧被拆掉，可能只能在网络上搜寻路桥的记忆了。当然来到基隆，庙口夜市肯定是要去吃一遍了。整条夜市的小吃摊琳琅满目，真的让人很难决定要吃哪一摊。既然如此，就用台湾人的方式，哪边排队吃哪边，这样一定不会出错。真的什么都没让人失望，一个不小心就变成我的吃播了。好，刚刚盟友就把这个炸虾推给我，来看一下。好，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夜市的零食啊。起初你开始吃的时候，觉得有点油油的，可是之后呢就不能停了，就一直吃。然后现在我人在基隆夜市，盟友就告知我说，台湾的夜市呢基本上都是沿着庙口就展开的，所以还蛮特别的啊。我觉得这个应该跟台湾的文化有关系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点我就发现，这边的卖吃的东西呢，大家都有一个共识，就是各家的小吃呢都是以小分量来变卖，所以可以让很多人呢就可以沿着整条夜市一边走一边吃，一边走一边吃。好贵啊！这个好像是我吃的第4道、第5道不一样的小吃啊，所以还蛮特别的啊。所以这一次的那个体验呢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现在因为现在算是夏天了，所以天气来说呢，跟新加坡有点类似，然后就还蛮热的。可是因为如果你是冬天来的话，会觉得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吧。今天真的跟灯笼很有缘啊！基隆夜市也是一整条街挂满了灯笼，也算是东方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的样貌。这趟旅程比较可惜的是，嫂子当天身体不舒服，没办法品尝这些美食，只好顺便打包一些回去，顺便当自己的宵夜了。这次一整天的行程，真的可以说是一场影视之旅。像9份的《神隐少女》啊，《悲情城市》，基隆的《千禧慢播》，甚至基隆夜市也是周杰伦 MV 拍过的地方。怎样？很嚣张哦！怎样？怎样啊？多了不起？不爽！吵什么吵啊？开心的。
除了当地现场的感受之外，有时候也是因为这些片的故事背景，无形的把自己融入到情境之中。除了走马看花之外，让旅行也增添了不一样的风味。不知道你们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，去找一些曾经电影拍过的地方去走走，也欢迎分享让我知道，或许下次我有机会也想去你们去过的地方看看。